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苹果公布人工智能路线图，推动其股票在本周内创下2年多来的最佳表现。投资者对苹果的 AI 功能寄予厚望，包括与 OpenAI 合作整合 ChatGPT， 这将刺激用户升级，加速营收增长。苹果已超越微软，成为市值最大的公司，股价创下新高。接下来，5月美国房屋销售额跌至近10年最低水平，需求和供应在高抵押贷款利率环境下均表现低迷。下一条，特斯拉投资者重新批准埃隆·马斯克的巨额薪酬计划后，马斯克回应称，他可以再次让股东获利，并对特斯拉的机器人制造业务提出了远大的预测。马斯克表示，特斯拉的机器人业务未来可能超过其汽车业务。接下来这条，尽管美国经济增长强劲，消费者信心在6月份大幅下降，因为物价上涨仍然是美国人的痛点。密歇根大学最新公布的消费者信心调查显示，6月份信心指数降至7个月来的最低水平，6月份指数读数为 65.6， 低于5月份的 69.1， 也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72。 下一条，前财长萨默斯批评特朗普提出的经济政策，认为其会严重损害美国和全球经济，可能导致通胀加剧。萨默斯呼吁共和党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关注特朗普政策后果。接下来这条， BlackRock 引领实体资产在区块链上大规模代币化，其旗下的现货比特币 ETF 已有160亿美元，美元计价的美国国债基金代币化后迅速流入近10亿美元。下面这条，特朗普向不同受众提出了不同的减税计划。面对首席执行官时，他提出将企业税率从 21% 降至 20% 的想法，但在共和党众议院前，他又提出了废除美国所得税制度，提高关税的想法。接下来这条，美国法官裁定，谷歌必须面临美国反垄断执法部门对其非法主导在线广告技术市场的指控。谷歌辩称，反垄断法不允许公司拒绝与竞争对手交易，且监管机构未准确定义广告技术市场，但被否认。接下来，欧盟将指控苹果和 Meta， 原因是他们未能遵守旨在限制其权利的欧盟规则。苹果将第一个被指控，违规行为包括其规则限制应用程序开发者免费告知用户应用程序商店外的优惠。Meta 的指控则与其最近推出的付费或同意模式有关。接下来这条，加州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2/3的选民认为，现在不是为州计划和基础设施项目承担更多债务的时候了。下面这条，波音公司告知供应商，737飞机家族的关键产能里程碑将推迟3个月，因为该公司仍持续面临损害产出的危机。波音公司股价周五下跌 2.2%。接下来，运费价格指数维持在35，表明托运人仍拥有较强议价能力。尽管近期需求稳步增长，但充足的运力限制了承运商的涨价空间。下一条，美股周五震荡收盘，苹果 AI 战略和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薪酬获批成为焦点，道指微跌 0.2%， 标普500指数持平，纳指上涨 0.1%， 创下连续第5个纪录收盘。接下来这条，通货膨胀终于恢复正常，这对消费者有利，也对拜登总统连任几率有利。问题是，好消息背后是否潜藏着坏消息？通胀回归正常水平的部分原因是，自2020年 COVID 大流行以来，供应链中断终于得到了解决，但可能会出现更令人担忧的趋势，比如消费者在耗尽积蓄并更担心工作保障的情况下，变得对价格更敏感。最后为您播报的是，对冲基金巨头米勒管理公司为资深投资人乔纳森·海勒的新对冲基金公司注资约10亿美元，允许他随时认购更多资金。海勒的公司 Helix Partners Management 在困境或破产公司，包括硅谷银行前母公司的股票和衍生品上进行交易。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